Hello，大家好，我是小懒。今天咱们来聊个挺糟心的事儿啊。这个事儿里头呢，能看出来一个国家很多深层次的问题。那就在前2天啊，印度一个叫海德拉巴的城市正在搞一个挺盛大的节日祈祷活动。你能想象一下那个场面啊，人山人海的呀，大家聚在一起嘛，按理说是图个吉利，求个平安，这挺神圣的一件事吧。结果呢，这祈祷大会啊，硬生生开成了一个骚扰节。印度新德里电视台爆出来一个新闻，我都以为我看错了，说是在这个活动期间，短短15天啊，就这么一个地方，警方正式登记在案的骚扰案件有多少起？478起。我的天哪，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啊？平均一天30多起啊！这还只是报了案的，那些不敢说的、不敢报的啊，得有多少啊？咱们想都不敢想啊！更让人脑子嗡嗡的是这个涉案人员的构成啊，抓了多少个人呢？一大串，成年人386个。你以为这就完了？还有92个是未成年人，小的还没长大就学着干这种事儿了。这帮人说是人类进化路上的反向典型，那都算夸他们了啊！他们去参加这个活动，根本就不是为了祈福，就是借着人多去耍流氓，去满足自己那点阴暗的心理。这简直就是全世界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体耍流氓案件，真的是活久见啊！好，那人抓了，证据也差不多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按咱们的想法，这不得好好惩治一下吗？让他们长长记性啊！结果这个印度的处理方式再一次把我给震惊了。你猜怎么着？警方把这几百号人抓起来，不是关小黑屋，让他们好好反省，而是搞了一个辅导教育。那啥叫辅导教育啊？就是让这个警察跟他们坐下来1对1或者是1对多，进行亲切友好的谈心。哎呦喂，我都能想象那个画面啊！什么来，小伙子，坐下来，咱们聊聊人生，谈谈理想。哎，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去摸人家姑娘？哎，你觉得这样做对吗？哎，你的价值观是不是出点问题？我去，这是警局还是心理咨询室啊？这帮人需要的是法律的铁拳，不是心灵的鸡汤啊！那聊完天，辅导完了，就把他们带到这个法官面前去溜达一圈，就算是接受处理了。那最关键的惩罚是啥呢？一部分人，注意啊，是一部分人被处以了最高100卢比的罚款。这100卢比是多少钱？我特地去查了一下啊，折成人民币不到8块7。兄弟们姐妹们，8块7啊！你听听这个数字啊，8块7在咱们这儿能干啥呢？啊，你能买杯香辣的奶茶都买不到啊，顶多就买瓶矿泉水，坐一站地铁。在这个印度，这可能就是你公开骚扰一个女性所要付出的全部代价。这叫惩罚吗？这简直就是鼓励啊！这就等于明着告诉所有人啊，兄弟们别怕大胆上。哎，你就算被抓了，也就是聊聊天啊，罚几块钱就跟没事人一样啊。这种惩罚力度对于那些人渣来说，连挠痒痒都算不上，简直就是侮辱了法律，也侮辱了所有遵纪守法的人。聊到这儿，你可能觉得这只是个例吧？那碰巧这次活动管理不善。不，朋友们，这绝对不是个例啊！这次的骚扰节只是印度社会顽疾的冰山一角。那为啥现在全世界一提到印度很多人脑子里都会冒出大国这个不光彩的称号？咱们今天就来深挖一下，这背后到底烂在哪儿？第一呢，就是他们的司法系统，基本等于摆设。刚才那个8块7的罚款就是最好的证明。这官方的数据显示2018年到2022年。案件的定罪率只有可怜的28%，也就是说100个案子报上去，最后只有28个罪犯被定了罪，就算烧高香了。那剩下70多个呢？要么就是警察根本就不当回事，拖着证据没了；这要么就是这个罪犯家里有钱有势，属于那种高种姓，打个招呼这事儿也没了。这个法律在这个特权面前就是一张废纸。第二呢，社会风气弥漫着受害者有罪论，这是最让人恶心的一点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出了事大家都会谴责施暴者，但是在印度很多地方他们会反过来指责受害者。女孩子穿个牛仔裤出门就会被长辈们骂不检点，活该出事。学校里的老师本该是教书育人的，却在课堂上公开说发生这种事儿，女孩自己也有责任。这更离谱的是什么？为了所谓的家族生育很多家庭竟然逼着被的女儿嫁给那个他的人。哎，这是什么魔鬼逻辑啊？这等于把这个受害者推进了万劫不复的地狱啊！
第3，历史数据触目惊心啊！根据印度国家犯罪档案局的统计，这印度的案数量和频率啊，多年来稳居世界第一，那叫一个傲视群雄啊！光是2022年一年啊，记录在案的就高达31516起，比前一年还涨了20%，平均每天86起。这还只是报了案的啊，而且89%的受害者是被身边认识的人，比如什么亲戚啊、朋友、邻居侵害的，简直就是防不胜防啊。第4点，犯罪底线已经突破人类的想象了。前几年这个印度有2个新闻真的是火遍了全世界，也就是把这个所谓的文明古国的脸就丢到了外太空。一个案子就是4个男的，哎呦妈呀，了一只巨蜥；另外一个是几个人一头母牛。天哪，我今天说这个我都觉得不好意思啊，真是有点毁3观。哎，你看看他们是不是已经不满足于侵犯人类了，夸物种也不放过，这种突破人伦底线的行为，你还能说点啥？所以啊，你把这几点连起来看，你就明白为啥会发生祈祷节上几百人集体耍流氓，还只罚了8块7的事了。这根子早就烂透了，就这么个社会环境啊！哎，你猜他们最近在理直气壮的忙活啥？申办2036年的奥运会。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真是哭笑不得，这心也太大了吧！我脑子已经有画面了。那奥运会的铁人3项比赛，游泳项目在哪儿比呢？恒河。我的天哪，运动员下水前是不是都得先集体签个生死状啊？然后干3大碗恒河水，美其名曰补充神秘力量。试问哪个国家的代表团敢把自己的女运动员送过去比赛？是住在这个安保严密的奥运村里就安全了吗？那出门逛个街坐个车会不会碰上危险？这谁敢保证啊？靠喝恒河水来获得百毒不侵的体质吗？这不是开玩笑啊！这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不是靠喊口号办大会就能树立起来的。你连自己国家的女性最基本的安全都保障不了，你凭什么让全世界的运动员和游客相信你啊？你先把家里这些烂事收拾干净了，再谈什么拥抱世界吧。你说一个国家病到这个份上啊，是不是就得下猛药？现在印度社会上就有很多呼声要求改革，比如要求把这个案的定罪率提高到70%以上，甚至有人提出来要对那些罪犯搞化学阉割。说起下猛药，这印度历史上还真有过一次更狠更极端的，那叫一个惊天动地啊，也是成了一段惨痛的历史教训。这事儿得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当时的印度总理是他们国家第1位也是唯一一位女总理，叫这个英迪拉甘地。她面临一个巨大的问题，人口爆炸。那时候这个印度每年要增加近2000万人，这国家都快被压垮了。这英迪拉就觉得不行，必须得控制人口，不然这个国家就永无宁日。于是他就搞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全国绝育运动，这目标也是简单粗暴对成年男性进行绝育手术，让他们生不了孩子。那这个计划的核心执行者是他的宝贝儿子桑杰甘地。这位太子爷为了完成老妈给的指标，搞政绩，把这件好事硬生生也变成了一场人道灾难。中央下达指标，地方就得层层加码。但那些官员谁敢去惹那些有钱有势的高种姓家族那惹不起，这些指标怎么完成呢？就只能对那些没权没势的低种姓和穷人下手。于是这个印度街头就出现了非常魔幻的景象。这个印度和政府官员就像抓壮丁一样，堵住村子，挨家挨户的搜捕成年男子。很多人半夜正在睡觉，门就被踹开了，直接被强行拖走，拉到临时的手术室。甚至一些无辜的路人走在街上也被莫名其妙的压上了手术台。手术过程更是恐怖，很多医生都是临时培训上岗的，手术刀都不消毒，更别提打麻药了。这无数人在这个粗暴的手术后严重感染，数千人因此丧命。那些侥幸活下来的人也基本上丧失了重体力劳动的能力。这对于一个贫困家庭来说这就等于天塌了。而且他们失去了做父亲的权利，在这个家族里也抬不起头。根据这个 BBC 的报道，短短1年的时间，印度就搞了810万例绝育手术。那这种反人类的做法激起了滔天的民怨。最终在1977年的大选中，英迪拉甘地惨败，失去了这个总理的位置。虽然他后来东山再起，但最终也落得个被贴身保镖枪杀的悲惨结局。从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社会问题的形成是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
用极端的手法去解决一个社会问题，那往往会造成更大的人道灾难。这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如果连最基本的法律都形同虚设，对犯罪的惩罚可以轻到忽略不计，那这个社会离深渊也就不远了。这个印度到底该怎么办？靠罚款8块7肯定是没戏了，重演历史的悲剧更不可能。那个2036年的奥运梦在我看来如果他们不从根子上刮骨疗毒，那恐怕永远都只是一个梦了。这事真的是又气人又让人深思。那你们是怎么看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哦。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